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特，現在人在加拿大。然後呢，因為我就是現在來加拿大已經生活了1個月左右，因為很多人都對於卡特來加拿大這件事情很有問題，不是，就是很好奇，很好奇。上禮拜在 IG 上面發了Q&A， 然後想要收集一些大家對於卡特來加拿大有什麼疑問的，或對遊學、對國外生活有興趣的話，今天拍一集我在加拿大的 Q&A， 讓我這個小菜鳥來一一回答大家。OK，Let's go。沒訂閱我跟康宇的朋友，可以訂閱我嗎？有人問說，卡特1個月生活開銷大概是多少？我在這邊海外的話，我就只有刷一張信用卡，所以我想說這樣可以讓我知道說我到底花了多少錢。所以我剛剛呢，就是把這些所有的錢呢，全部這樣子加總總之後呢，不包含我的房租哦，就是總共大概是5000塊加幣以內。但是這是我所有這1個月所有的消費，就包含我的外食，包含我有一次去其他城市的消費，然後我在這邊買了一些伴手禮，還有我去Outlet血拼之後 ，total 是11萬，以我每天外食，然後我周末一定會跟朋友去喝酒，不是，我周末一定跟朋友去吃飯，有的時候小喝酒，然後玩樂，我完全沒有節制，在看預算的情況下，我花費比較多了。但如果你們是學生的話，我覺得可以打個6折左右，就是大概1個月，我覺得5萬6萬是 OK 的。再來呢，有人問說，很好奇卡特的1周伙食費，卡特會自己煮飯嗎？我會自己煮飯，因為我現在在上語言學校的關係，所以我早上一定要吃東西，我大概是8點左右就到學校。那我有的時候呢，跟他們在說，如果有喝咖啡或吃早餐的習慣的話，我非常推薦你們去吃 Tim Hortons， 它就是那種很便宜，然後連鎖的加拿大版星巴克吧。一杯咖啡的話大概3塊加幣，所以就是還蠻便宜的。然後我早餐的話呢，我後來就是會去超市買一袋麵包，然後我還要買優格跟麥片，所以我早餐後來我就自己帶這種燕麥碗，超好用，这樣很便宜啊，台幣好像不到100塊吧。然後它有3個下面的碗，然後還有中間一層是可以這樣子隔着，下面就會放我的優格或是藍莓，然後上面放着我在超市買的一些麥片，最後上面可以這樣蓋起来，放在包包裡面，我實測過不會倒出來，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推薦。然後這樣子的話也可以節省我的餐費。基本上如果你在餐廳吃飯的話，大概就是10幾塊加幣，然後再加上服務費可能大概20塊左右，所以一餐可能500多塊。那如果你是自己煮飯的話，就相对可以省很多。所以1周伙食費，我覺得一餐如果抓個20塊加幣，然後1天2餐，然後乘以7天的6500。如果你全部都吃外食的話，我覺得可以抓個5、6千塊。但如果沒有那麼多的話，我覺得就是3000塊以內，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搞定的。很多人說在國外會感到孤獨，卡特會有這種感覺嗎？非常的有，因為這邊其實不像台灣，就是大家都住很近，尤其是如果你們在語言學校上課的話，其實很多朋友他們可能下課後都還要打工啊，或是他們住在很遠的地方，所以相對來講，如果說你待的時間沒有那麼久的話，大部分的時間應該都會是一個人，所以那個孤獨感我覺得還蠻強烈的。但我覺得對我來講，我還蠻享受的，因為我覺得我在台灣大部分其實都有人陪着我，或是有 Punkin 陪着我，家人也住很近啊。那在這邊的話，我覺得反而多了很多時間可以跟自己相處。那我很常會每天下課後，我會找一間咖啡店，然後就坐在那邊，可能畫畫也好啊，處理工作也好，或是就沒事靜靜的看着外面，或是享受這個城市。我覺得如果你們大家有機會的話，我覺得可以換個環境去生活。那我覺得一個人之後，你可以去思考更多事情。那我覺得也讓自己的腳步慢了很多，所以如果你们很不習慣一個人的話，我跟你講，你來這邊你會感受到另外一種一個人的感覺。如果你們是有在國外稍微生活過，或是你們是有國外讀書過的朋友們的話，如果你們看我跟陌生人約會的那些系列影片，我相信你們可以理解他們所說的那一種孤獨感。有人問說，去加拿大要準備多少費用？有年齡限制嗎？如果你們是以 working holiday 的形式的話，我記得好像30還是31歲之前是可以去申請打工度假的。一般來講的話，如果你們只是單純來旅遊的話，你不是太長期的滯留的話，其實海關也不會太刁難你。像我來的時候，他就問我
我就說啊，我來這邊就找朋友玩吶，然後體驗生活啊，什麼什麼之類的。那他其實就很快就放我出去。準備多少費用嗎？1個月我覺得至少準備5到10萬是基本的，不包含如果你有想要在這邊學習的話，那你可能需要準備更多的學費。有很多人問說，請問卡特租房是怎麼找的？超多人就問我關於房租的問題。我只能說呢，我有一位非常給力的朋友，就是小花朋友啦。所以說，請講一下我們的租房歷程。租房的話，其實這邊有幾個平台，那我就比較懶惰，我就在 Facebook 上面的 Marketplace 找到，然後離我家，我很機車，我就找我家。我們租房的重點呢，就是先以他最近為主。他可能想說，如果有什麼遭遇不測的話，可以馬上過來。那所以大部分我們找房就是以 Richmond 為主，然後以捷運線上為主。對，因為附近有超市。对，因為我要搭 Canada Line， 還有就是地點考慮之下呢，我覺得住在 Richmond 這邊其實相對來講比較安全，然後華人也比較多。然後呢，我這邊的話呢，租房我1個月的話是1300加幣，然後我是住 share apartment， 就是1層4間房間，所以就是大家 share 一間衛浴。那我覺得這一間的採光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一看就非常的喜歡。然後再加上，因為我覺得我的 roommate 他們都是日本人，然後我覺得可以順便練習日文，所以我當初就覺得說好，那就租這邊了。想問一下，生活從全部中文到現在全部英文，會不會有溝通或是困難？如果說你在完全零基礎的情況下，確實會覺得有一點困難。如果你是真的以想要提升自己為主的話，我覺得找語言學校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語言學校它是依照能力去分班。像是我是 Level 5，課堂內學習就是關於文法，然後還有一些比較生活情境的對話。那上課的內容也比較包含，就是大家會針對一些議題去做討論，比如說最近的一些時事啊，或是分享一些自己國家的一些經驗談之類的。那如果說你自己語言能力比較差的話，我建議可以就是真的是從台灣找遊學代辦。我這次是找台灣的 Woori 這個遊學代辦，那他帮我處理了蠻多事情。其實加拿大來講的話，還蠻多華人的啦，所以有一些餐廳其實中文也 OK。那如果你想提升自己，我覺得最快的方式，溝通不了，那就是學會怎麼溝通。因為像我電腦壞掉，我也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跟店員溝通。那我覺得以環境來說的話，會促使你自己成長比較多。有人問說上課都在上什麼？剛剛有說了，就是承接上一題，就是以一些文法提升，然后口語表達。那如果在 Level 6會可能比較進階，可以去考雅思，或是說你有想要有一些專職的話，像我記得有一些同學我跟他們聊過，他們是為了可能在這邊銜接大學，所以可能可以先上語言學校，我覺得也蠻不錯。如果說你們想要來的話，我覺得可以抓個2個月到3個月先上個語言學校，之後可以再慢慢考慮說是要直接就業，或是在這邊留學，或是說直接回台灣，我覺得這樣都很棒。最不習慣加拿大的一點跟最想念台灣的一點，請問有嗎？最不習慣加拿大的一點？我最不習慣加拿大的一點就是这麼的中文流通啊。我最不習慣的一點就是竟然沒有地方曬衣服。我發完那個影片之後，很多人跟我說，你在加拿大，你曬在外面一天，你可能衣服會結凍，會變冰棒。所以對我來講，我覺得天氣來講，確實我覺得有點不習慣，因為這邊真的是好冷。然後這邊的天氣就是你看現在天氣很好哦，陽光很好，你出去外面就是冷到要命哎。那還有最想念台灣一點就是台灣真的太多小吃種類，然後生活飲食來講，真的是生活成本相對於這邊低了蠻多的啦，尤其是這邊還要再加上一些小費文化，台灣就是沒有這個。然後還有這邊基本上6、7點過後，外面就是沒有地方可以逛哦，所以這邊晚上就是你只能在家裡。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是我很不習慣的是，逛街的商圈都不在捷運站旁邊，哦，要去某一站再轉車。如果說你是來這邊然後常住的話，我覺得真的可能要有駕照，最好是在台灣學好駕照再來。如果你在這邊學，聽說學費高，然後考試又難，比較複雜。很多階段。對。所以分享給大家。然後再來就是很多網友問說，為什麼突然想要留學？作為追蹤很久的粉絲，突然覺得很突然，但還是很開心你有新的突破。其實我從大學的時候就一直有想要當交換學生的這個想法，無奈那個時候其實遇到了疫情，加上我在做 YouTube 的行業之後呢，我就發現那個時候當時好像沒有那個勇氣去踏出來。然後就是在偶然的時候，我就發現加拿大遊學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非常的有興趣。然後後來我就稍微看一下關於遊學這件事情，那我就發現 Woori 遊學的這個機構，然後我想說就去了解一下。我就覺得說，好像加拿大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其實講真的，有影響到我的工作，然後我每天都覺得非常的擔心，因為我覺得我不在台灣，是不是會有廠商開始忘記我，或是說因為我在國外的關係，所以不想找我之類的，就是種種的因素，其實在我心裡也蠻糾結。然後在台灣其實也有蠻多事情要處理的，然後還有加上時差的關係，其實
我真的是蠻掙扎的，但我還是踏出來，因為我覺得說，我想在我30歲以前，真的給自己一個小小的突破，轉換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，然後你會用不同的觀點去看這個世界，然後你也會從這些不一樣的體驗裡面得到一些感觸，然後你也會更珍惜，或是更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。我覺得這次來國外生活一段時間，我真的就心情变得蠻好的。其實我前陣子生活狀態一直不太好，心裡非常的混亂。但我覺得來這邊之後呢，那些事情好像就沒有想象中那麼重要。所以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，我覺得真的可以考慮到國外。那如果你們對加拿大留學有興趣的話，我覺得也可以去參考一下URI留學，因為我覺得他們算是還蠻完整的，推薦給大家。有人問說，有感受到種族歧視嗎？其實我跟你說，我也是非常的擔心這件事情。可我發現加拿大完全不用在意，因為加拿大就是一個充滿着各種種族的國家。你可以看到很多華人，然後可以看到日韓吶，然後可以看到印度人吶，可以看到金髮碧眼吶。我來這1個月完全沒有任何的這種感覺過啦。而且跟你講，溫哥華華人超多，外面就是都是什麼香港餐廳啊、茶餐廳啊、燒臘便當啊。我跟你講，講中文弄通啦。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擔心的話，不用擔心。求推好吃外食、好喝的咖啡廳，下課可以一個人走走逛逛的地方。我 Vlog 裡面有推薦一些啦。那我很喜歡 Main Street， 就是它那一條有很多像是一些家飾店啊，然後還有很多的獨立的咖啡廳，然後還有很多那種卡片店啊，小東西很多。但是 Main Street 那邊就是離捷運站有一點小距離，還是要稍微走一下。但我覺得 Downtown 就真的很好逛，逛到不想一下。那我很喜歡的一間咖啡廳 English Bay， 然後它是有那個海邊，那我覺得那邊很放鬆，然後也會很多人在那邊散步啊、遛狗之類的。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來的话，可以去 English Bay 那邊走走、散散步。卡特在全外語的地方，一開始會壓力很大嗎？我也準備去語言學校，好怕自己一句話都不敢說。來就對了，因為你不講話就沒飯吃，不講話就沒人理你，不講話什麼都沒有。所以呢，你就是要講話。我跟你講，我之前參加過一個國際性的活動，然後我發現我的英文好爛哦，我不敢講話，所以我就有這個小小的種子埋在我的心裡面。我就覺得說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練習說英文，然後好好的表達自己跟說話的方式。我跟你講，到這邊沒有人在乎你是誰，沒有人在乎你是 YouTuber， 你就是你。OK， 跟大家說，你們就是你們自己，千萬不要害怕去做任何一個決定，因為呢，你只會害怕自己沒有做那個決定。你不說，永遠沒有機會去開口。那你說了也不会怎麼樣啊。我跟你們大家說，我的日文我也沒有上過任何家教，我也沒有上過任何課程，所有的日文都是我自己看日劇學來的，所有都是我看動畫學來的。我雖然文法不好，可是我很喜歡說日文。我雖然英文沒有很好，可是我想要跟大家去溝通。不要害怕自己有口音這件事情，因為每個國家就是有他們自己的口音。你不是從小教育全英文的環境的話，本來就會有一些口音啊，所以呢，就放膽的去講。像我就這樣子，我也不是這樣，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跟大家說。那我不會的詞，我就上網查。科技很進步啦，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，真的相信我，你踏出來就知道了。接下來要去加拿大，想問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，或是目前有什麼覺得不習慣的事情？食衣住行好了，食不用擔心，因為這邊的超市非常的方便。衣服的話，基本上就快時尚 ，Zara、H&M 這種 Uniqlo 都有。加上我們亞洲人的身形可能會比較瘦、比較小只一點的話，像我自己本人，我都帶了非常多衣服來哈，2個行李箱。所以衣服的話，我覺得可能如果你比較在意的話，可以自己带。住的話，其實我這一間3萬塊台幣來講，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比台灣貴，但其實以這邊的物價來講的話，我覺得好像又 OK。那像我隔壁有一間比較小間的房間，他們住大概600-700加幣，那就是看你自己個人怎麼選擇咯。那行，交通，我覺得溫哥華這邊交通算方便。如果你沒有要跑到太遠的山上啊，或是去郊外啊之類的話，其實如果你只在市區來的話，你就搭這邊的公車、電車，我覺得都 OK。那比較需要注意的話，曼尼。如果你錢夠的話，其實到哪邊都 OK 啦。然後，如果你想要長期在這邊生活的話，確實需要在這邊找一份工作。我覺得這也是大家在國外生活會面臨到比較大的問題。去加拿大有變胖嗎？應該是沒有，因為這邊吃飯蠻貴的，所以我就沒有吃宵夜的習慣，所以應該是有變瘦哦。我自己覺得我好像有變瘦。會不會很想念南瓜？超想念！我現在人生最想念的東西就是南瓜，比飲料啊、食物以外，我就最想念的就是 pumpkin，所以我最想念你哦 ，pumpkin。雖然你看不懂。
請問會想要讓弟弟一起來上課嗎？我跟大家說，其實我這次來，我真的很認真考慮。我覺得弟弟如果說高中考得不錯的話，在國中升高中這個階段，我覺得蠻適合讓他來國外去讀語言學校的。然後我自己呢，其實我也不排斥未來有機會的話，去英國啊、紐西蘭啊，或是澳洲啊，或是去日本讀語言學校。我覺得我這次來發現學習真的很重要，然後我也很喜歡學習，然後我覺得在學習的過程中，讓我可以更開拓自己的視野这件事情，我覺得這很重要。如果你們大家有在做這個打算的話，我覺得不妨也可以去考慮，那可以去問問看遊學代辦啊，或問過其他同學，因為其實要在國外可能讀書有一點偏麻煩啦。所以如果說你真的是跟我一樣怕麻煩的人的話，就是交給游學代辦，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選擇。好啦，然後這次呢，就是關於我在這次加拿大的 Q&A 啊。如果你們大家對我在加拿大的這個生活遊學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可以看一下我們其他的影片，真的拍了非常多東西在這邊。如果說你們對於我的影片還有什麼想法的話，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。或是如果你有在加拿大想要跟我補充的，或是我回答不好的問题的話，請原諒我，因為我只是一個月的小菜鳥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影片，喜歡的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。那期待我再繼續這邊的影片哦。那我們就下期見嘍，拜拜。